高一的同学呢，我们已经学习了集合、不等式和简易逻辑这部分知识，它有两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和重要条件的判定；第二个呢，就是均值不等式，比较难，好多同学学到这儿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那么我给大家精选了5套卷，每一道题它都融合了若干个知识点，而且会通过这道题把这个知识点所体现的思想消化透彻。好了，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做一道小题，因为我们学的知识有限，大家看看这道小题体现了哪几个知识点。第一个题呢是这道题呢是集合 A 给了我们 x 大于等于4小于等于2，集合 B 呢是 x 加2的绝对值大于3，还给了我一个集合 C x 大于 m 减6小于 m 加1，其中 m 是大于0的这小于号写的有点大，这两个符号它是 x 大于 m 减6小于 m 加1， m 大于0，它是这样的。好了，第一道题呢特别简单它体现了并集集合间的关系。首先呢，集合 B 我要把这个不等式解出来，所以这道题的第一个知识点就是解绝对值不等式。x 加2的绝对值是大于3的。如果 x 加2的绝对值就等于3，那么 x 加2这个代数式就只能代表负3和正3。若想绝对值比3大 ，x 加2这个代数式就得取大于3的数，或者取小于负3的数。那么 x 加2要么你就大于3，或者 x 加2比负3还小。于是呢，我就得到 x 是大于1的，或者 x 是小于负5的。所以集合 B 呢，它是由 x 构成的 x 大于1或 x 小于负5。所以第一个知识点考察的就是解绝对值不等式。那么第二个求 A 和 B 的并集这是集合 B， 这是1，这是1，这是负5。集合 B 的取值，它要取大于1的和小于负5的数。这部分是我集合 B。那么集合 A 呢？这是负4，这个是2，这是集合 A 大于等于负4，小于等于2。我们用画数轴的形式，这部分是集合 A， 两个集合取并集，两个集合所有的元素我们都留着。于是呢 ，A 和 B 的并集我们就找到了，它是由 x 构成的。x 要取小于负5的数，或者是取大于等于负4的。因为我这个一右侧的都要着全体，一右侧的全体式，一右侧的所有实数。现在呢，负4右侧的我就都要着了。好，这是 A 并 B， 它考察的是并集的概念。那么这个是 B 在 R 中的补集，我们再做一下。刚才集合 B， 这是负5，这是1，大于1，小于负5，这是集合 B。B 在 R 中的补集，整个实数轴是全体实数，在全体实数当中，把属于集合 B 的去掉，剩下的是等于负5、等于1以及它们俩之间的，它表达的是 B 在 R 中的补集。它和 A 在取交集 ，A 是什么呀？这是负4，这是2，大于等于负4，小于等于2，这是 A。它们俩要取交集呢？取交集我们就要重叠的部分，所以 B 在 R 中的补集和 A 要取交集，它依然是由 x 构成的。x 要取负4和1之间的值，那么 x 大于等于负4，小于等于1，所以这是 B 在 R 中的补集和 A 取交集。你看，这是第3个知识点，你要知道补集的概念，把集合 B 的元素除去剩余的部分
它在 R 中的补给，在实数轴上剩余的部分就是 B 在 R 中的补给。好，考了补给的概念，而且又考了交集，在负10到2之间要叠加的这部分。这是第一个问题，考了几个细小的知识点，不难，非常简单。接下来我要研究一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它就涉及到充要条件的问题了。如果 x 是属于 B 在 R 中的补给，好，我先诠释一下 B 在 R 中的补给就是负5到1 B 区间两个端点我都要。x 属于它 x 属于 C 的充分不必要条件。C 呢，它在这儿取值，我 m 是个大于0的数，它在这儿取值。x 属于它，也就是 B 在 R 中的补给，它是这个 C 表达的这个式子，它是它的充分不必要。有什么叫充分条件这里边我要给大家透彻的讲讲什么叫充分条件。一个命题是 A， 一个命题是 B。充分条件就是有我 A， 说明你 B 足够了。我 A 就是 B 的充分条件。举个例子，命题 A 它表示的是老王在北京，老王在北京。命题 B 呢，它是老王在中国。谁是谁的充分条件呢？老王在北京一定能够得到老王在中国不用别的了，就我在北京就一定得到我在中国，由它说明它足够了，所以 A 就是 B 的充分条件，由 A 就能够推出 B，A 就是 B 的 A 是 B 的充分条件。那反过来呢？反过来，老王在中国就能推出老王在北京吗？那不一定中国地方那么大，老王在中国不一定能够推出老王在北京。那么我怎么判断B 是 A 的什么条件？我就用一个方式老王不在北京，就一定能够得到老王不在中国。所以呢，老王在中国是老王在北京的必要的条件首先我得保证我在中国，我才有机会在北京。所以老王在中国是保证老王在北京的一个必备的条件。你都不在中国，你是绝对不能够在北京的。你在中国，你也未必在北京。那么要想得到在北京，首先具备的一条，你得先在中国，然后你才可能在北京。所以老王在中国是老王在北京的必备的一个条件是他在北京的一个保证的条件。所以呢 B 它就是 A 的必要条件。B 是 A 的必要条件，有它才能够保证你有可能在北京，没有它在中国就一定没有它在北京。所以 B 是 A 的必要条件。我们从集合的角度去看，一定是老王在北京了，然后他才在中国。当 A 是 B 的真子集的时候， A 就是 B 的充分条件， B 就是 A 的必要条件。所以你只要把握住精髓，记住他们俩的这种集合间的关系，这种题就一定得分。好了，你看我是不是我的 x 是属于 B 在 R 中的补给，也就是这部分。有你它若它属于 C 的充分条件，说明 C 的范围大，由它说明 C 成立足够了充分，它是它的充分，
它不是它的必要，所以我们就说它是它的充分不必要。那么外边的应该是 C 啊，由 A 说明 B 足够 ，A 是 B 的充分条件，但 A 不是 B 的必要条件，A 不是 B 的必要条件。所以呢 ，C 的范围大，那么 M 减6就落在这儿了 ，M 加1就落在这儿了，在它是 C 的充分不必要的条件的情况下，求 M 的取值范围，我已经搞清楚了它们集合之间的关系，所以呢 ，M 减6你得在负5的左侧吧，它是小于负5的。M 加1你得在1的右侧吧，所以 M 加1它的是大于1的。条件 M 呢，本身 M 还得是大于0的，我把它这个范围找到。接下来呢，我要考虑端点啊，它可不可以落在这儿呢？不可以 ，M 减6要落在这儿。那么我只要 M 减6和 M 加1之间的它的范围就变小了啊，因为它是开区间，这是开区间，这是开区间，你只能在负5的左侧 ，M 减6不能落在负5处。如果落在负5处，它落在1，它的范围是负5和1之间的，它不包括这2个点，说明 C 的范围比我 B 在2中的补给范围还小了，少了2个端点，所以等号是不可以的。等号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单独着重的考虑，所以它必须在负5的右侧，必须在1的右侧，必须把它涵盖在内，人家才是你的充分条件，人家不是你的必要条件，所以它是它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好了，接下来我解一下这个就可以了。M 就小于1 ，M 是大于0 ，M 还大于0，这是0，这是1，大于0还小于1，M 的取值就属于0到1这个开区间。好，那么这道小题消化了几个知识点，集合的那些比较简单，我相信大家都能会。那么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如何去看？我以这个例子给大家说透彻了。你只要知道啊，它们之间的集合的关系，谁是谁的增值集，谁是谁的充分，谁是谁的必要，就可以了。那么这种题按照这个逻辑去做，一画竖轴，基本上就不丢分了。好了，我们这个精选的这些检测题啊，每一个小题它都体现了若干个知识点。如果你把这些题每道题都咀嚼透彻的话，那么这部分知识你就不但把它都掌握了，而且还升华了，让你具备这种思维了。好了，具体的那些检测的题呢，大家可以看啊。